香港有唔少新樓盤咧，都係由市區重建到嚟嘅，即由收地啦、拆卸啦、重建啦，將舊嘅危樓重建變成新嘅樓。今日就嚟介紹市區重建同埋市區重建局。大家好，運吉台長啊！香港土地不足咧，已經係全香港人所皆知嘅問題啦。要增加土地供應，除咗填海造地同埋發展棕地之外咧，仲有一個選項就係市區重建啦。即由將市區嘅舊式樓宇咧就拆卸啦，重建成為一啲新嘅更加高嘅建築物，就可以增加房屋供應啦，甚至係土地供應。咁今日咧就嚟介紹下市區重建同埋佢帶嚟嘅好處啦，仲有少少嘅壞處啦，同埋呢個市區重建局。另外亦都要通過啟德道重建入邊嘅一件真實嘅案例咧，去探討呢個政策。咁順帶提下，其實呢個案例都係點解我決定要走嚟交通系列，走去製作呢一集嘅原因。首先就嚟介紹一下市區重建入邊最基本嘅概念啦。咁市區重建呢個市區重建就係英文就係 urban renewal， 咁就準確翻譯我就估我係市區更新。咁呢個 urban renewal 咧就包括咗4個方向，就係4個 R， 包括就係重建、活化、保留同埋復修。重建 redevelopment 就係將嗰個區域嘅建築拆咗去啦，然後重新起一啲新嘅建築物。活化 revitalization 咧就係將建築物保留並且更改佢嘅用途，等嗰個建築可以保留而且有佢嘅用處。咁其中最著名嘅例子就係石硤尾嘅美荷樓，由一個住宅咧就保留咗啦，並且改造呢個青年旅舍同埋生活展覽館。跟住就係保育 preservation， 就係將有價值嘅建築保留做古蹟，咁通常都要同時進行活化，以免會浪費個土地嘅。最後就係復修 rehabilitation， 將舊建築咧就維修，咁就確保佢安全性同埋繼續佢原有嘅用途。今日主要就係集中喺重建 redevelopment 方面。咁如果想我另外再講保育啦、活化啦，咁可以留言同我講。跟住我哋就嚟睇下市建局喺市區重建嘅角色啦。市區重建局就係香港政府成立用嚟專門處理呢個廣義嘅市區重建嘅機構，即係 urban renewal 嗰個。咁前身就係土地發展公司，咁就喺2001年就由政府注資轉型變成而家嘅市建局。不過佢仍然唔屬於政府嘅，就係一個獨立嘅公營機構。咁主要職責就係舊區重建啦、活化啦同埋保育，咁就令到香港有更加優質嘅城市生活。咁佢嘅理念就係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咁佢主要工作就係去執行收購啦同埋重建，咁另外就有維修啲樓齡比較高嘅樓，就係保育啦、修葺啦、活化一啲有價值嘅建築物。不過今集就主要着重喺重建嘅部分。咁我後面用嘅重建咧都係講緊狹義嘅重建，即係 redevelopment 嘅啦。咁講起嚟咧，其實市區重建局呢個名咧，你就咁聽落咧，就覺得好似係淨係偏向重建，即係 redevelopment。咁其實我就覺得應該可以參考翻台灣叫做都市更新局。咁另外台灣簡稱呢嘢做都更嘅，咁所以應該可以叫做都更局。咁跟住咧就係詳細睇下呢個市區重建嘅工作啦。咁為咗等各位更加易明白後面嘅資訊啦同埋爭議，咁我就用少少時間再提一提呢個市區重建嘅做法。咁市區重建一般都係由規劃開始嘅。咁首先就係市建局會規劃翻嗰個地方會起啲咩新嘅建築物啦。咁規劃咗之後咧，就開始進行收購啦。咁得到土地之後，再拆除入邊嘅建築物啦，跟住再重建成為一啲更加高嘅住宅啦，或者商廈，而且再出售翻。咁就喺入邊揾翻啲錢，就補翻你收購嘅時候嘅錢嘅。咁有時佢哋都會同其他發展公司一齊合作。跟住我哋就嚟睇一啲重建完成嘅3個例子，分別就係喜匯啦、朗豪坊啦同埋煥然懿居。首先第一個介紹嘅例子就係位於灣仔嘅喜匯。咁喜匯就係市建局同信和合作去重建發展嘅住宅項目。咁佢哋就有4棟住宅，提供達1200伙嘅單位。咁下層同埋地庫就係商場，叫做利東街。咁呢個地方前身咧原名就係叫利東街嘅。咁兩邊就係好多座嘅唐樓。咁呢個地方亦都係各位熟知嘅喜帖街。咁我諗你哋冇去過喜帖街，都應該聽過謝安琪嗰首喜帖街㗎啦。咁喜帖街嘅由來咧，就係呢個街道嘅鋪頭咧，其實都係印製啲婚禮用嘅喜帖。咁啲新人咧，基本上都係會去呢個地方去買婚禮用品嘅。咁喺2010年咧，咁就呢個地方就由發展局局長去清場啊。係啊，順帶一提，當時嘅發展局局長咧就係長年考第1嘅呢個林鄭月娥市長啦。早知啊，幫喜匯做一集賣講林鄭應下景啦。咁
咁我後面咧就啱冇提過，所以呢度就講翻先。咁本身計劃咧重建之後嘅商場就會保留翻呢個喜帖街嘅特色，所以就會引入3/4嘅鋪頭，主要就會同分價有關嘅。不過咧而家望咧係完全唔覺得任何關係嘅，啲人都咁講嘅。咁呢個例子一陣間就用反面教材嚟分析，跟住我哋就嚟睇下第二個最後做得比較成功嘅重建例子。朗豪坊就喺旺角嘅彌敦道以西，就由商場、酒店同埋辦公室去組成嘅。咁呢個建築咧，相信大部分嘅香港人都會識㗎啦，因為呢個係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地標。其中最特別咧就係有幾條好長嘅扶手電梯，亦都係全港最長嘅扶手電梯，同埋可以由上至下或者由下至上一路轉嚟轉去兜住咁樣行嘅螺旋式嘅商場設計，都冇乜幾個商場係咁樣搞㗎啦。咁呢個地方前身就係雀仔街同埋呢個舊式嘅住宅。咁資料顯示咧嗰時嘅衞生啊、治安係好一般嘅啫。咁就喺90年代收購嘅，咁由於業主就唔係好滿意個賠償金，咁政府用咗4年之後咧，最終咧就強制收購，咁就完成咗。咁最後咧，朗豪坊就喺2005年開幕嘅。咁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比較新嘅煥然懿居，就喺土瓜灣南邊嘅學園區。咁呢個比較難定義係咪成功，不過阻力咧應該係比其他重建項目係少一啲嘅，因為佢重建嘅誘因咧就係2010年。喺嗰度發生嘅馬頭圍唐樓嘅倒塌事故，即係冧樓啊！咁煥然懿居咧，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原址，所以當時嗰頭嘅居民咧都或多或少都會想搬走嘅，因為隔離冧樓啊嘛，咁梗係想走噶啦。咁當時政府亦都好罕有、好有效率咁咧，好快就推人去重建啦，唔使1個月。咁仲要嗰時預計咧係重建係會蝕錢嘅情況下，佢都會肯做。咁至於點解我會話佢唔算係好成功呢？其實因為嗰時收購都有啲爭議嘅事件，就叫春田街事件。咁一陣間可以再分析。咁而家就翻嚟呢個市區重建，咁我哋睇下呢個政策會帶嚟啲咩好處先。咁對市區重建呢個 concept 咧，帶嚟嘅好處係比壞處咧係多好多嘅，甚至可以話咧，其實市區重建除咗會拆咗有歷史價值嘅建築之外咧，係冇壞處嘅。咁有嘅嘢基本上都係爭議嚟嘅啫。咁對大眾利益嚟講咧，重建嘅地方都係居住人口少嘅唐樓啦。咁通常建築又唔高，咁可以容納嘅人又少。咁大廈又比較殘舊啦，令人感覺日久失修。咁一路唔處理，甚至可能變成危樓。但係重建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嗰個地方嘅居住人口提高，咁更加多人可以住喺嗰度。咁你要知道，香港居住單位嚴重不足嘅呢個問題咧係好重要嘅。咁另外就可能好似朗豪坊咁嘅例子啦，咁重建可能可以帶動附近嘅經濟啦，即係旺角嘅西區就因為朗豪坊咧就發展得好好多。咁對喺嗰度本身住緊嘅人嚟講咧，咁因為唐樓本身都好多時日久失修，咁維修嘅成本高，咁佢哋就好難額外去揾一筆錢去維修嘅。咁如果想賣出去咧，咁因為單位條件差，好容易被壓價，甚至無人問津。咁市建局嘅重建計劃咧就咁啱提供咗一個方法，就等業主可以收錢搬走。咁因為咁咧，通常收購行動開頭咧都係好順利嘅，因為啲業主都好願意俾人收購。不過就唔係所有人都願意被收購啊，咁就造成咗後面就會開始出現市區重建嘅爭議啦。本身市區重建咧就冇乜問題嘅，因為呢個係市區發展嘅必經階段。咁所以爭議點着重嘅咧，其實就唔係喺市區重建呢個 concept， 而係喺佢嘅處理方式啦、文化保育啦、用地唔平均咁樣嘅問題。咁首先係講到用地唔平均啦。咁如果你望望市建局嘅重建計劃咧，咁對佢都唔難發現佢哋嘅計劃咧，多數出嚟咧都係高尚住宅嚟嘅。仲有一啲就係酒店啦、商場啦、寫字樓啦，咁好少會有公屋或者中低級嘅住宅落成。咁呢啲就令到基層咧就冇辦法由呢啲重建入邊得益啦，因為佢哋根本買唔起。咁而且本身咧住喺嗰度嘅居民啊，亦都可能因為冇足夠嘅錢去買翻個物業。咁呢個就可能同市建局本身係賺錢嘅公司有關啦，咁就會令到基層嘅需求被漠視。咁另外咧，仲有重建計劃嘅保留措施啦。咁各位都知啊，喜帖街係香港其中一個特色嚟嘅，因為當地咧就係中式印刷鋪嘅聚居地。甚至咧，已經可以話係成為嗰時港人嘅其中一個集體回憶，咁就好有歷史意義。咁佢本身重建之後就打算保留呢個文化啦。咁最後嘅結果啊，我啱啱都提過啦，就係原有嘅特色蕩然無存，喜帖街呢個文化係完全消失咗嘅。咁呢個亦都可以算係市區重建嘅一個缺點啦，就係令到當地原有嘅文化消失。咁當然啦，如果嗰個地方本身有特別文化，咁例如喜帖街啦，同埋朗豪坊嘅雀仔街。另外仲有一點啊，就係市建局嘅搬遷嘅安排問題。咁除咗現金補償之外咧，市建局仲有樓換樓計劃嘅。
咁現金補償方案咧就計起嚟有啲複雜，咁大概你當係同區同類單位嘅市價啦。咁不過根據後面我會提到案例咧，其實係唔足夠買翻同區同類嘅單位嘅，因為附近嘅單位咧係會有重建喎，咁就會加價㗎啦。咁另外就係樓換樓咧，就係優先去購買一啲重建後嘅低層單位啦，咁樣。咁價錢咧就會按新樓嚟定，就唔係賠幾多俾幾多。咁就令到佢哋用新嘅樓嘅市價錢去買，咁新樓啊梗係特別貴㗎啦，咁佢啊梗係冇錢買啦，咁啊令到好少人會買入。咁仲有啊，有時佢哋會甚至用啲非道德嘅方式去處理一啲問題，例如煥然懿居咧係曾經發生過春田街事件啦。咁事件就係當地嘅居民爭取權益嘅一個社工隊，突然就俾人撤換咗，咁就俾人懷疑會唔會係為咗打壓啦、滅聲啦，咁先至咁做。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強制拍賣。咁解釋之前呢，就係睇一睇政府嘅強制拍賣條例先。根據基本法第545章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3條第1項，只要有唔少於90% 嘅地區擁有權，就可以申請將剩餘嘅單位就強制拍賣。咁有部分條件嘅樓宇咧喺2010年就降到80%。咁甚至2021年嘅施政報告就提出要下降到70%至75%。咁申請強制拍賣之後咧，通常都係會以底價成交嘅，因為冇人會同佢搶嘅。咁搶嘅咧都係俾人再次拍賣嘅啫。咁就引嚟質疑咧，就係用底價去強制拍賣咧，咁即係被逼去賤賣個單位俾發展商啦。咁其實有時候咧底價幾高下嘅，不過個價錢有機會比較低嘅時候咧，就未必可以攞足夠嘅錢去重置個單位啦。咁尤其是有機會咧，個買家覺得個底價太高啊，咁又可能拖多幾年都係再低啲，咁就住戶更加得不償失啦。咁畢竟呢條條例咧就唔只適用於市建局啦，亦都適用於想重建嘅發展商。咁相信各位都知道點解每次市區重建嘅出爐咧都會引發爭議啦，就係咁。咁跟住咧，我哋就係睇一睇而家進行緊一個案例，就係啟德道嘅重建項目啦。咁點解我要提呢個項目呢？咁因為呢個就係我做呢一集嘅誘因，佢嘅背景啦。咁啟德道沙浦道重建呢，就喺2019年提出嘅重建項目。咁嗰個地方就係一啲中低層嘅唐樓單位啦。咁出邊睇到十分之殘舊，但係佢最特別呢，就係有升降機上去嘅。咁喺九龍城嘅舊區呢，係好少有嘅。咁所以當年好先進㗎啦。咁地面嘅鋪頭呢，而家主要就做緊裝修物品嘅服務咁嘅生意啦。咁嗰個地方計劃咧就係起一個地下廣場、地下購物街同埋停車場。咁地面上面咧就有住宅單位啦，同埋商鋪。咁預計2030年會落成。咁截至2021年尾咧，大概已經完成咗88% 嘅收購㗎啦。咁所以點解我無啦啦要製作一集同交通冇關嘅知識片呢？咁就同我個人一個義工工作活動有關啦。咁話說一次咧就探訪老人家活動，咁我就去咗啟德道一個住宅啦。咁喺嗰度住一個婆婆就住喺呢個收購重建嘅地方，即係啟德道。咁由於佢咧就唔清楚啲程序啦，咁結果當區咧聽聞就收購完成，咁剩低咧就可以強制收購並且要求佢搬遷啦。不過嗰個單位嘅賠償金額咧係唔足夠俾佢喺同區購買一樣大細單位。咁各位要知道話，老人家住喺同一區幾十年啦，咁通常都唔會再想搬離嗰個地方嘅。尤其是嗰個單位嘅條件真係好好啊，間屋又大啦，有升降機啦，交通又方便。但係同區嘅其他單位咧，通常比較細啦，又冇升降機啦，咁就算有呢個 size 咧，個賠償其實都唔夠買嘅。咁就令到佢十分之無助啦。咁我哋都冇辦法。咁我哋最後係建議佢不如搬去一啲其他單位，不如細1/3嘅九龍灣區咁嘅樣。咁香港地又細啦，舊區又多啦，咁要增加居住單位咧，市區重建可以話一個好方法。咁為咗重建順利啊，咁啊用一啲條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咁我都唔係想話呢啲方法有咩問題啦。咁因為我研究過。咁我而家做緊一啲嘅交通項目啦，但係其實我中五嘅時候咧，我發展目標就係城市規劃。咁我亦都好明白城規咧要加速咧係真係要呢啲政策嘅。不過既然咧我哋要建咗一個更加美好嘅家園。咁唔通住喺重建區嘅人真係唔使重視咩？咁如果政策係以人為本，咁點解唔增加政策去幫一啲要搬嘅人呢？咁例如係幫助佢哋安排原區安置啊，即係揾啲條件差唔多嘅附近嘅單位做樓換樓啦咁樣。咁可惜啊，市建局為咗成本咧，咁就唔肯用呢啲方法賠錢了事。咁當然啦，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時係為咗收購嘅問題，令到部分嘅地區遲遲就開始唔到重建。咁點先可以做到兩邊平衡呢？
咁都需要大眾慢慢討論啦，先可以取到一個共識。咁講起嚟咧，我都有規劃過一個大型嘅重建計劃，咁有機會自肥可以介紹下，不過應該俾人插得好緊要嘅。咁啊，最後就想問下各位啦，你比較想市建局用咩策略去進行收購呢？ A 就係唔賣啦，直接強制拍賣加速重建。B 係真係樓換樓，真係協助住戶去搬去新嘅住宅啦。C 就係維持現狀啦，咁收到足夠業權之後再強制拍賣。D 就係其他留言分享下啦，咁就中意嘅可以撳個讚啦、訂閱啦同分享。如果想我再講下其他例如活化啦，或者係其他嘅城規系列，都歡迎同我講。咁如果有人咧想專責做呢啲城規嘅文稿咧，亦都可以聯絡我。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